冰天雪地，兒媳婦被趕出家門，身上還只是穿着單衣。兒媳婦蘭花草走出來沒多遠，婆婆古桂枝就跟上來了，她也被兒子趕了出來。哎呦，看来這個兒子挺狠啊，把媳婦和母親都給趕出了家門。他怎麼這麼沒有人性呢？事出有因，這位兒子是個獵人，今天上山打獵的時候，碰上了一位世外高人天甲道長。這位鬚髮潔白、仙風道骨的天甲道長告訴了獵戶方白一個秘密，事關他的身世。你的妻子是你娘古桂枝的親生女兒，而你的親生父母另有其人。古桂枝不過是你的養母罷了，你不應該當獵人，而是另有天命。方白想要仔細詢問，天甲道長不說了，說是天機不可泄露，讓他自己去尋找根由。因此方白在下山之後回到木屋，這才把獵槍一扔，娘，我終於明白了，為什麼你從小就对我極為苛刻，毫無母愛可言。原來你並非我的生身之母。古桂枝大吃一驚，不過他很快鎮定了下來，死不承認。我兒今日為何這般糊塗，盡說些混話？是不是在山裡中了邪？妻子蘭花草趕忙過來了，遞給方白一條熱毛巾，同時勸說丈夫，我看你是累了，擦把臉，早點休息吧。方白一把推開了蘭花草，你這賤人，連你也是個騙子。他們夫妻一直十分恩愛，今天丈夫突然如此惡言相向，蘭花草傷心大哭，方白更生氣了，幾句話就把妻子給罵出了家門。母親古桂枝心疼兒媳婦，其實是女兒蘭花草，所以她緊隨着也追了出去。在這大山裡頭，不用說狼蟲虎豹出沒，隨時會成為猛獸的口中之食。單就這白雪覆蓋的大山，天寒地凍的氣候，凍也得把人給凍死。方白在屋裡頭獨自生了一會子氣，頭腦冷靜了一些。哎呀，再怎麼說，妻子溫柔賢惠，自幼一起長大，養母雖然刻薄，可畢竟有養育之恩吶，豈能讓他們置身於危險之中？於是方白抓起獵槍，跑出木屋去尋找那母女二人。古桂枝在寒風之中勸說女兒蘭花草先回去，蘭花草性格還挺倔強，堅決不回家。幸好古桂枝知道一個地方，心想也好，讓女兒見一見她的父親吧。半山腰有一個山洞，洞內四季如春，洞口偽裝得很精妙，誰都看不出來這裡是一個大山洞。只有古桂枝明白是怎麼回事。他帶着女兒蘭花草第一次鑽進了這個洞穴。洞裡住着一位修行人，此人正是古桂枝分別多年的丈夫，女兒蘭花草的親爹方步雲。母女進洞之後，方步雲並不意外，他主動給母女倆生火取暖，又取出一些野果子給这母女倆吃，同時好言相勸，讓古桂枝帶着女兒回去，勇敢面对曾經做過的事情，向養子方白坦白一切，好求得諒解。古桂枝不肯，這時候女兒蘭花草也就明白了，原來自己還真是婆婆古桂枝的親生女兒，並非是兒媳婦。面前這個頭髮鬍子都很長的男人，就是自己的親爹。她從心裡開始可憐丈夫方白，命苦啊。於是她也勸說母親不如回家，向方白坦白一切，講清楚身世。
古桂枝還是沒同意。方步雲把袖子一甩：“那你就隨意吧，將來必定後悔。”說完便鑽進了洞中之洞，不理他們了。古桂枝又想了老半天，終於有點想通了，領着女兒蘭花草出了山洞，往山下走。正這時候，兒子方白拎着獵槍找到這裡來了。可惜的是，只差一步。方白從西邊走過來的時候，古桂枝和蘭花草剛好朝着東邊走，繞過山彎，身影被山石擋住了。方白一丟眼神，發現旁邊的山坡不對勁兒。怎麼回事呢？剛才古桂枝母女離開山洞的時候，沒有把洞口偽裝好。方白心裡納悶，以前這裡好像沒有山洞啊，現在怎麼有個洞口呢？方白進入山洞，見到了修行人方步雲。師傅，您這洞裡有没有來過母女倆？他們是我的家人。方步雲這麼一聽，就明白了方白的身份，心中禁不住一陣愧疚。要不是因為我们夫妻倆，這孩子也不會從小受苦，他的親生父母更不會早死啊。但是方步雲此時還不能說破，他只是淡淡的告訴方白：“小伙子，你早點下山去吧，回家之後就能見到你的妻子和你的母親了。”方白相信了方步雲的話，他拱手謝過之後，轉身就出了山洞，下山回到家中，推門進屋，果然妻子蘭花草和母親古桂枝都在床頭上坐着呢。說了沒幾句話，母子倆又大吵了起來。沒想到吵着吵着，古桂枝竟然順手端起了獵槍，槍口正對着兒子方白的胸膛。妻子蘭花草被嚇得驚叫連連，只聽砰的一聲槍響，血光四濺，躺倒在地。方白死了嗎？沒有，他不但沒有死，身上連一點傷都沒有。原來是獵槍走火炸膛了。古桂枝被炸得血肉模糊，昏倒在地。女兒蘭花草急得大哭，方白也是束手無策，一時間驚呆住了。這時候屋門一開，進來一個人。誰呀？修行人方步雲。方步雲把母女倆趕出山洞，又把方白說下山之後，他心裡不踏實，就擔心母子反目，會有意外發生，所以緊跟着方步雲也下山來了。果然古桂枝發飆持槍走火傷了自己。方步雲掏出藥囊，取出止血藥，給古桂枝止住血之後，這才親口向方白講述了他的身世。感情方步雲與古桂枝曾經是一對獵戶夫妻。生女兒蘭花草的時候，由於難產，古桂枝從此再也不能生養了。為了傳宗接代，夫妻倆進了城市，趁着夜色，在一位書生的家裡，用女兒偷偷調換了人家的兒子，抱回山裡來撫養。過了一段時間，古桂枝想念親生骨肉，與丈夫方步雲一商量，又到那書生家裡把女兒偷回來了。書生夫妻前一次一覺醒來，兒子變成了女兒，就十分驚訝。這回女兒又突然消失了，夫妻倆才知道一定是被人給偷走了，四處尋找孩子的下落。在經過一片山林的時候，書生夫妻二人雙雙被猛虎給吃掉了。得到這個消息之後，獵戶方步雲十分懊惱，悔恨不已。哎呀呀，我罪孽深重啊！古桂枝倒是不以為然，哼，這大概都是天意。看來那書生兩夫妻呀，就是餵老虎的命。夫妻倆大吵一頓之後，方步雲決定要出家修行，找到天甲道長要拜師。
田家道長既沒有說收他為徒，也沒有說不收，只是讓他自己到一個山洞去獨自修煉，直到今天。講完這些往事之後，方不雲帶上受傷的妻子古桂枝回那個山洞裡去了。方白哪還有心思繼續打獵？他也在妻子蘭花草的陪同之下，找到了生身父母被老虎吃掉的那片山林，親手為爹娘立了墓碑，又找回到祖宅，發現父親當年是個秀才，本來是要繼續考取功名的。方白想要繼續完成父親未完成的理想，可惜要想讀書有點太晚了。不過他有一身的好武藝，參加武科舉考試，居然中了秀才，後來又中了武舉人。到軍中任職之後，成為了一名征戰四方的大將軍。